我其实很害怕。怕什么？我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好像都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。我很害怕有一天突然就出现一个人，把我拥有的一切都夺走。有的时候我也会害怕，我怕我就这样一意孤行的往前冲，往前拼，拼到最后还是一无所有。其实我很羡慕你。你看，你的名字印在书上，在电视剧的片头，大家都知道你是谁。那我又是谁呢？我是陈面的老婆，跳跳的妈妈。谁又在乎陈凯琪是谁？有的时候我也会羡慕你，你的幸福都是放在明面上的，你的不开心是藏在婚姻背后的，不用跟任何人交代。但我好像不一样，我感觉谁都可以到我的生活里来说两句，指手画脚一下。什么时候结婚呢？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？我总说啊，不在乎，不在乎，但谁又能真的做到一点儿都不在乎呢？跳跳后来昨晚怎么样了？哎，昨天晚上疼得睡不着，我后来又去哄了好久才睡着的。刚吃了早餐，现在回去睡了。当妈不易啊。难。哎，你们家阿姨还会做这个啊？陈绵喜欢吃啊，她那个口味啊，我妈老笑她菜根舌头。我爸呢就说，人吃菜根百事可做。我爸老是向着他。有个事儿，我跟你说一下呀。什么事啊？昨天去医院是吴浩送我过去的。吴浩，你们两个怎么联系上了？没有联系，正好有一次在咖啡馆遇到了，真是偶遇。他还聊起你呢。那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？唉，现在老了点，颓了点，也没以前装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你好喜欢他。哎，少不更事，没见过世面。不过他那个时候啊，的确算是金融男里的小清新。普通的金融男呢，没有他浪漫有情调。但普通的文艺男青年呢，又没有他会赚钱。是，我觉得
他有点想吃回头草的意思。但他之前无缝衔接的那个呢？说是早分了，我没细问。那你怎么想？客观的说啊，的确，他这2年呢可能混得不太好，但是相对于市场上流通的某些男的来说，还是强不少的。昨天看着他对我那个低三下四、低声下气的样子，我的那个恶趣味油然而生，心里面还是有点爽的。我记得这个吴昊条件还挺好的，本地户口，然后好像还有几个房子，学区房。哇，以后小孩上学都不用愁了。对，你聊哪儿去了？八竿子打不着的，哪儿到哪儿啊？不是你要奔着结婚去，这些你都得考虑的呀。再说吧，看他表现吧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把我们3个拉个群，我来帮你会一会他。哼，干嘛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总是愿意为我的这些事情操心，辛苦了。大姐，是你我才操的心好吗？其他人还不管他嘞。明白，感恩的心。客气客气啊。哎，徐导你好。啊，小钟啊，你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说的项目吧？啊，我记得。那个项目啊，出了点状况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。哎，先谢谢徐导啊，以后有别的项目你也想着我点呗。回来了。进来。买了早餐，你吃点。没事吧？喂，亲爱的老爸，咋啦？我发到咱们家群里的消息，你怎么不回啊？家庭群，看一眼啊。咋啦？丁潇昨天结婚了。丁潇啊？丁潇你都不认识了？你小学的同班同学，丁建新的女儿。妈呀，她咋长成这样了？结吧，挺好的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花份子钱了？多少钱？我给你转过去啊。我告诉你，截止到昨天为止，我所有同事的女儿都结婚了，就剩你了。哎呀，老爸，就别拿这种话点我了吧。你老做第一名的爹，是不是也做腻了？偶尔也要尝试一下倒数第一名的爹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别有一番风味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我闺女不比别人差呀，怎么就结不了婚呢？啊！我这辈子教书育人，积德行善，怎么就不能有个后人呢？你看看咱们周围，我同事的孩子全都结婚了，儿孙满堂，其乐融融。我说你能不能向别人学学，过点正常人的生活？行，爸，什么叫不是正常人的生活？我怎么不正常了？再说了，就那些个小孩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哪个不是吃家里的、喝家里的、用家里的，工作还要家里人找？你女儿我啊，从大学开始就不问家里要1分钱，
只身闯天下，一个人到这儿没资源没背景，一个人闯出这样一片天，站稳脚跟，我容易吗？我怎么比他们差了？我不比他谁都有出息啊！行，你有出息，怎么没男的找你呢？哎，过了啊！别嘴硬啊！我看陈凯希就不错，你好好跟人学学。哎，你昨天晚上不是约会去了吗？那男的有病。看完电影，司机都把我俩送回他家了，结果他光自己下车，让司机把我送回来了。然后你就又去了夜店。Alex 的局，说是有几个富二代想投资影视剧。什么呀？啥也不是，白装了一肚子穷。你说实话，我是不是老了呀？没有啊。你撒谎。我都29了。其实昨天那男的还行，长得也不丑，甚至蛮帅。我不花他的钱，我也愿意跟他谈恋爱。是不是现在条件好点的，已经轮不上我了？他也算出了血啦。富太离完婚呢，就带着女儿上瑞士了。这李维安自然就不教芭蕾了，顺势上位，生了儿子，相夫教子，也过了这么多年，挺好的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傅红正又要离婚啊！离婚？你们猜这小三儿是谁？是谁？一个财务总监，那长相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起眼儿，30多岁，还有老公。啊？傅红正说，他们公司差一点就破产了，这半年瘦了20斤，可这李维安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舞照跳，包照买，跟没他事儿一样。可这财务总监呢，就跟着老傅在公司一起奋战，忙的时候说他们在公司的办公室睡觉都不回家。老傅就说他们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情侣关系，人家是一个战壕的战友。他还跟李维安说，如果换成你，你选谁？老肖有个朋友也是这种情况。我现在有个总结啊，就是男人的偏好已经变了。最早某些土老板就喜欢年轻漂亮、胸大腰细的，后来是为情怀买单，有的要找明星，有的找文艺女神。现在可完全不一样了，某些男的就喜欢搞事业的女的。那个什么总裁，不也是找了一个开淘宝店赚好多钱的？那我还是觉得老派男人比较好。哎，只要女生好看就好了。你说现在这些男的，又要女的好看，完了还要女的会挣钱，我真的想到我们女人都累呀。你这个观点我不赞同啊！我觉得现在的女人肯定要有自己的事业，不然就跟时代脱节了。那句话听过吧？有的女人像画，看久了就厌了；有智慧的女人像书，怎么翻也翻不完。有道理。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女主不够强大，她怎么这么焦虑呢？在现在这个社会氛围啊，大家不喜欢这种，太软弱了。软弱怎么了？非得强大吗？为什么不能软弱啊？你不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对女性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吗？既要强大，还得要温柔；既要有事业，还得有美貌；得会工作、会谈恋爱，还得会结婚，什么都得会。从读书工作到结婚生子，必须一举成功，一步到位，步步都不能错，一点容错率都没有。这么高标准也要求的，既要又要还要全都要，换谁不焦虑啊？
失控了，要激动，别激动，兴奋了，聊兴奋了。没事没事，看得出来罗老师写戏真情实感，把自己带入了。对，回头观众看也这么带入就好了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说是马上要办婚礼，这也太着急了点吧？聊我家呢？接着说，我也听听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细节。哦，文安，跳跳刚才还说要等晨晨下课去找他玩呢。啊，我女儿也要下课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哦，好。哦，我老公说他晚上要回家吃饭，我也走了啊。都走啊？哎，Kissy，放宽心啊，孩子在长身体，很快就恢复了的嘛。来，侯姐送一下啊。哎，好。坐呀。晨晨去夏令营了。哦。他说跳跳特别喜欢这个绘本，一定要让我给你送过来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搅了你的局。没想到，我现在已经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我去逛街，刚好看到你喜欢的这个牌子。起码在我这里，你不是。谢谢。帮我拿一下手机呗。好，来了。没事儿，啊。喝点水。谢谢。你昨天那约会对象怎么了？又打电话？他说他昨天应该好好陪我的，结果临时有事儿失礼了。今天让他司机陪我逛会儿街，喜欢什么就买。你说我又不是真出来。哎呦，行了。跟你说啊，这男的他就这样。前段时间跟我认识的另外一个女性朋友也约过会，就前2个礼拜的事儿，所以你别太往心里去了啊。谁呀？我认识吗？你应该不会认识，一个编剧。罗曼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电影首映式，那个叫罗曼的就坐在我斜前边，一直扭过头来看我，还跟周慕思眉来眼去的，想不出一道都难。散场之后，我问他这是谁，他说一个朋友，编剧。我贼疼，是不是发烧了？我是有点热，天天这么熬，谁不病啊？睡会儿吧你。我们俩就吃饭、约约会，然后聊聊微信，一聊到2、3点。但我就觉得吧，太累了，我这个精神上跟不上他，不合适。真有意思。曼曼，今天你爸有点上头，他说那些你别放在心上啊。他说你是个不听话的小孩，其实你挺听话的，挺好的。一个扇巴掌，
一个揉一揉，配合的挺好。怎么了？Hello， 还在忙呢？你看看我在遛臭臭呢。哎，臭臭，你看臭臭现在有多大？哎呦，我还记得当时咱俩把他抱回家的时候才那么点儿，现在都这么胖了。来，臭臭，看看这是谁？看看，你看，臭臭还记得你呢。哎。以后你要是想他，随时可以过来看他。小臭臭，小臭臭，你怎么把他养得这么胖啊？抱都抱不动。我亲儿子，我不对他好，谁对他好啊？再说了，我也管不了他呀，他随我，多爱吃。你还说我宠他？你看你给他买那么多零食，啊，难得来一次，可不得惯着你们，是不是啊？有什么难得的？想看他随时啊。妈，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给你煮了排骨。哎，罗曼，阿姨啊，叔叔，哎，罗曼，你写的电视剧啊，阿姨我看了3遍，真是太好看了。他们俩不会是真的一对吧？没有，人家就是演的。不是，是你写的好。我还边看边跟他爸说嘞，我说罗曼这个女孩子真厉害，又不是本地人，家里啊又不是这个圈的，就是靠一支笔一点一点的写，写出了名堂。妈，啊，夸完了吗？没有，夸不完。罗曼人家这么好的姑娘，你呀瞎折腾，错过了人家。我说妈，不带这么揭人短的啊！那好了啊，吃饭。你的面过水了吧？罗曼啊喜欢吃过了水的炸酱面。过了。还有不能放蒜啊，他们俩都不喜欢吃蒜。来，罗曼，来，罗曼坐。坐。快坐，盛一碗面。够了，阿姨，哎呦，够了，真够了。来，炸酱来一点。这个地方变化还挺大的，很多以前的店都没了。你喜欢吃的那家牛肉面还开着，我可吃不下了。没说让你现在吃，以后想吃了，随时都可以回来吃。哎，臭臭，臭，不过去，不打架，走，走了。走，臭臭。谢谢。今天谢谢你啊，也谢谢你爸妈。哦，罗曼，我下面说的话可能有点那个什么，但是我必须得说了，我怕后面没有机会。我可能到岁数了，我看到我爸妈现在这样的生活，我觉得很幸福。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聊聊天，我好像看到了咱们两个人的一辈子。如果能这样，多好啊！
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如果能这样，多好啊！就这样，真的很好吗？我觉得呀，还是得找点事情做，不然感觉好像在浪费时间。你是不是又看什么女人要独立的这种公众号？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！那还不是你转发的呀？啊！哎呀，我就是怕我自己舒服的日子过久了，就好像温水煮青蛙，就是自己被煮熟了都不晓得。舒适区。它之所以叫舒适区，是因为待得舒服。你冷不丁的啪往外一跳，变成开水煮青蛙，你这烫得烂熟，你怎么办？是吧？凯西姐想出去看看，其实也不急于这一时了。哎，罗曼姐，你那个前男友后来怎么样了？上周去他家看了狗，还看了他爸妈了。哼。进展这么快呢？哎，你是不是又被你爸妈催婚了？我这么成功，你爸妈还催婚啊？啊，我爸就是当第一名的爹当惯了，我给他惯坏了。那现在还老说，怎么你能考高分，这结婚证就考不下来了？这是考的事儿吗？哎，无所谓了，反正你也不跟他们一块住，唠叨两句就算了呗。管你这事儿，看你自己怎么想。哇，处处看吧，起码我觉得吴昊算是个正常人。哎，对了，无缝接轨的那个，他们两个后来怎么分的手啊？说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有点看不到未来吧。什么看不到未来啊？不就是吴昊不想结婚，或者是他不想结婚？不知道，我给你打听。他也不会跟你说的呀。就两个人在一起4、5年，又是这个年纪，不结婚肯定有理由的。我觉得呀，吴昊的事情你可以再想一想。他这个人一下这样一下那样，太不靠谱了。就是人嘛，总是有缺点的。但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人品在及格线上的，这样就算以后激情转为亲情，就是他对家庭会有基本的责任心，就也不会做太出格的事情。周五晚上有空吗？我同事生日，跟他们吃个饭。还记得那个时候啊，他百般推脱，死活都不愿意让我进入他社交圈的样子。此一时彼一时啊。
5号的事情你可以再想一想。他这个人一下这样一下那样，太不靠谱了。行啊。对了，无缝接轨的那个，他们2个后来怎么分的手啊？呀！我没想到你还会回头。也不算回头吧，但我是真没想到他会跟你分手。他跟你说是他先提的。啊，不是吗？我上半年去上海了，转行做了公关，收入还不错。不过这事儿我一直瞒着他，没跟他说。回来呢，是想跟他提分手的。可是他洗澡的时候，电脑没合上，我看到你俩的微信对话了。我想那好吧，正好就做个顺水人情了。所以，你今天约我出来是为了说这些？当然不是，我约你出来是为了还你这本书的。你落在他家的。哎，老曼，吃韭菜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金融狗就喜欢吃韭菜。那可不嘛，韭菜最香了。对啊，韭菜最好吃了。哎，浩哥，来，我敬你跟嫂子一杯。哎，还不是嫂子呢啊，我还在努力呢。来，我正式介绍一下啊，罗曼，大编剧。哟，编剧啊，著名编剧，久仰久仰。哎，浩哥，什么时候让嫂子带咱们也拍戏？怎么还嫂子啊？哎，我们之前说那个基金经理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他老婆发现了，现在还拿手机发个朋友圈，你们快看。对，你们快看手机，你看。哎，吃饭呢啊，能不能不聊八卦了？是啊，来，再走一个，来，走一个。哎，走一个。啊，我今天就不喝酒了，喝茶。我替他喝。哎，来。
这就是我当初心心念念想要进入的他的社交圈，是我唐突了。呀，浩哥哎呀，浩哥，海亮，海亮，曼姐，明天什么时候开会？那就明天11点。你跟吴浩公开了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太标价，太虚伪了。哎，吴浩之前的女朋友不是现在这个吧？不是。你看这都是金融狗，赚了差不多的钱，这男的行情比女的也好太多了吧？哎，你看他都36了，还只是个 VP， 升了4年也没升上去，还不是一堆女的往上面蹭啊？嗨，人家说不定以为自己钓一大金龟呢，你要给他说，这顶多算个中层，人家还以为你在酸他呢。你也不想一下，他们要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职业知识的话，某些国产剧至于变得这么瞎吗？咱加个微信吧，这样我以后写金融系的时候也不至于太瞎。还是浩哥厉害，还是浩哥来，来，浩哥，你这手是真壮啊！上个礼拜才抽中了咱们那个年会的喜酒套餐，这礼拜就带咱们见了新嫂子。什么时候喝喜酒啊？罗曼，想不想去墨西哥城？墨西哥？你们把心放肚子里，到时候婚礼、满月、抓周，你们一个都别忙。我说啊，就咱们这工作强度啊，真顾不上家里啊。你说再有个小孩，这老婆必须得是全职啊。那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说咱得赚多少钱才赶上老婆全职啊？是吧？所以啊，还是我们家罗曼好啊，他不用坐班啊，时间自由。他不光能带孩子，他还能挣钱啊。这一个人2个作用，性价比极高。还有一个，你说这个编剧是不是应该去体验生活？那生孩子、养孩子算不算是体验生活？有道理。他既生了孩子，还体验了生活，找到了新的题材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生活反哺了创作，说不定啊，他就能写出下一个爆款。那个，浩哥，还是您高啊！我女朋友的事儿，那就麻烦嫂子了。嫂子，什么时候给我也介绍个女朋友？亲爱的，我觉得吧，以前你的脸还挺细皮嫩肉的。哎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怎么现在脸皮跟脂肪肝一样越来越厚啊？开玩笑，你开玩笑。还有你们，真以为天天走在金融街上，手上过着几亿的项目，那些钱就都是你们兜里的是吗？那些钱是你们的吗？就跟这演睥睨群雄，纵横商海了？什么给的你们自信啊？是这串儿啊，还是这破啤酒啊？一个个真把自己当华尔街之狼呢。老曼，我刚才喝多了，我多说了2句话，真的对不起。我要说错的话，我跟你说对不起，行不行？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好不好？徐一飞今天来找我了。哎，罗曼，你听我说啊，没什么好说的吧？我本来觉得呢，虽然你鸡贼、爱算计、心眼多，但是大家都是普通人，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嘛，我也有。
但起码咱熟，咱知根知底儿。但我没想到，咱们没见面的这几年，你怎么被社会搓磨成这样？咱俩啊，别往一块儿凑了。你也甭找我了，行吗？挺膈应的。谢谢。你看人真的很准，5号就是个……你要不要来找我呀？今天特别需要你来陪陪我，我把地址发给你好吗？你在哪？服务员，麻烦帮我倒杯水，谢谢。我来的路上给你发消息了。没有啊。短信、微信你把我拉黑了。喝点水。你嘴角那是故意的。你怎么跟小孩似的？薯片不错，麻烦给我来一份馄饨，然后一份薯条，谢谢。好的。你来干嘛？来找你吃点东西，不行吗？周总到这儿来吃晚饭啊？刚健完身，真的很饿。男人真好当。我说，男人真好当。
是吗？是啊，你不觉得吗？你看啊，从小到大，你接受的标准都是统一的，对吧？但对我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，它是割裂的。从上学开始，学一样的课本，考一样的试卷，对吧？嗯，我从来不觉得那个时候我比谁差在哪儿，我也不输给你们什么，对吧？嗯，你能考100，我也能考100。但是长大之后，毕业了就不一样了。对你们的要求，事业、钱，但对我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。首先，你得嫁个好男人，然后你得在，应该的年纪，你得生个孩子，你得操持好整个家。你操持好了整个家之后吧，你最好，你还得有点事业。这公平吗？我觉得这特别不公平。嗯，同意。你知道那感觉就像什么吗？就像我们都在同一个起跑线往外冲，跑了20多年，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告诉我说：“哎，姐妹儿，你跑错方向了。”每次我爸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你不结婚，让我觉得特别没面儿的时候，我都想跟他说，我说，如果你当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乖乖的嫁一个好男人，让我结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在我考不及格的时候你要扇我耳光呢？”是。太可笑了，我真的觉得太可笑了。认真回答我。嗯。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再近点。周总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迷恋你了？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你是挺优秀的，但在我这儿呢，我觉得你就是怎么说呢？一个项目，或者说一个挺难的试卷。首先啊，我觉得自己特优秀，特好。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应该有一个特好的男人配得上我。你呢，是我认识的迄今为止的男人里面最优的。虽然啊，有的时候你拿那劲儿真挺烦人的，但没事儿，试试呗，试试，反正我也不吃亏，对吗？
服务员，买单。对，你要撤你撤啊，我不撤，我还要喝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对了啊，带包了吗？哎呦，大哥，你真别这样行吗？别跟我来那套。哎呦，收拾好东西我送你回家，那绅士那劲儿行吗？真谁说我要送你回家？你要去我家吗？总是天真的以为日子平静的像湖水，其实只一阵微风，日子就干涸如坑。得失之间很暧昧，回首的时候最美，要敢于面对自己的重建或摧毁。分明我看见了月光，把入口照得红透亮，门前这座大道